大家好，我老肉。那么这位步伐轻盈、左摇右摆，还带着一脸好奇扑面而来的家伙呢，就是这期的主角，叫萧鹦鹉。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啊，但他确实是鹦鹉，而且是上一期正片捉羊鹦鹉的亲戚。不过萧鹦鹉比捉羊鹦鹉还稀缺。历史上最少的时候全世界只剩下了大约50只左右，差点就灭绝了。所以它们也是现在地球上最接近灭绝的动物之一，非常非常珍贵，很值得了解一下。那么关于萧鹦鹉最有名的事呢，是2009年的时候，当时 BBC 在拍一部纪录片，然后有只萧鹦鹉就那么一脸懵的走了过来，好像完全都不害怕人，面对镜头也一点都不怯场，看起来特别淡定。后来这家伙打量了一会儿镜头之后呢，竟然突然爬到摄影师脖子上去了。当时是动物学家马克·卡沃迪恩在拍摄他也是非常的震惊，没把萧鹦鹉赶下去。结果这位仁兄可倒好了，竟然抱着马克的脑袋做出了他们这个物种的不雅动作，骑在脖子上还摇上了，俩翅膀在马克脸上好一顿扇，整个画风特别的劲爆。那么这段视频很快就在网上火了，甚至还出现了萧鹦鹉摇头晃脑的表情包，好多人就因为这事儿才知道了还有萧鹦鹉这么一种动物。当然这段视频里的萧鹦鹉它并不是一只普通的萧鹦鹉，它有个名字叫 Sirocco。所以这位 Sirocco 很特别吗？还真是，甚至可以说萧鹦鹉这个物种的命运都跟它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咱后面详细说。另外，萧鹦鹉作为一种鹦鹉呢，跟其他鹦鹉差别非常非常大，不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是八竿子打不着那种感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鹦鹉，生存模式特别的诡异，有很多你绝对想不到的行为，就这么另类。所以这期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萧鹦鹉。那么说萧鹦鹉为什么叫萧鹦鹉呢？是因为它的脸长得特别像枭，也就是猫头鹰，都是圆盘形大饼子脸，俩眼朝前看，猛一看确实有点像，是吧？那么在生物学分类里呢，萧鹦鹉和捉羊鹦鹉是同一科的，就叫萧鹦鹉科。它俩都是新西兰特有的物种，别的地方没有。说大约8200万年之前，新西兰从冈瓦纳大陆分离之后这科就开始独立演化了，所以才跟世界上其他鹦鹉区别这么大。尤其是说到萧鹦鹉的话呢，那就更与众不同了。比如说它们的体重竟然能达到4公斤，差不多有2只鸡那么重，是世界上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在身上堆积了大量的脂肪，看起来特别浑圆，特别臃肿那种感觉，完全不是一只鹦鹉该有的体型。这么一来，可想而知飞是不可能飞了，是吧？所以这货也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一种不会飞的鹦鹉，只能在地面上混混日子，会爬个树就已经是它们的极限了。不过常年生活在地面上呢，倒也让萧鹦鹉换了个强项，就是跑。这些家伙特别擅长奔跑，有时候一口气跑上个几公里都没问题。世界上其他鹦鹉可来不了这个，这是他放弃飞行换来的。当然新西兰来说的话呢，不会飞的鸟有很多，比如新西兰的国鸟玉驼，也就是奇异鸟或者叫几维鸟，还有已经灭绝的恐鸟，能长到3米高那种，这都是不会飞，生活在陆地上的鸟。而且新西兰这地儿有点像陆生鸟的大本营一样，现在已经知道的不会飞的鸟，现存和灭绝的总共有30多种，比其他地方都多。所以新西兰为什么有这么多不会飞的鸟呢？其实上期捉羊鹦鹉提到过，是因为新西兰这些岛上缺乏捕食者，尤其是除了蝙蝠之外没有原生的哺乳动物，鸟类在地面上也没什么危险，所以既然没必要飞了，好多鸟就选择不飞了。毕竟飞行这事儿能量消耗还是蛮大的。那么因为不再飞呢，萧鹦鹉的羽毛和翅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翅膀变得比较短，羽毛变得比较软，没有其他鸟类那种硬邦邦的羽毛，萧鹦鹉都是软毛。另外扇翅膀用的结构，比如说胸骨上的龙骨突胸肌都是鸟类飞行的标配，这些也都逐渐退化掉了，只有翅膀还留着。不过它们这翅膀也不是完全没用，比如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可以稍微滑翔一下，不至于直接摔地上摔太惨。然后再一个，奔跑转弯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下平衡，就像鸵鸟那样似的，这翅膀好歹也算没白长。所以既然决定不飞了，那萧鹦鹉的生存之道呢，跟其他鹦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动物学家有个说法说萧鹦鹉简直就是把自己给活成了哺乳动物，这怎么回事呢？咱接着往下说。那么从食性上来说呢，萧鹦鹉属于是纯粹的素食主义者，完全以植物为食。
这主要因为它们不用飞啊，能量需求没那么大，代谢水平也很低，所以它们不需要像啄养鹦鹉那样绞尽脑汁的去搞脂肪，随便吃素也能养出一身膘来。而且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枭鹦鹉更喜欢住在低海拔的森林里面，气候更暖和一些，不像啄养鹦鹉那样在雪山上玩命啊，所以生存的压力也相对要小一些，吃点素也就可以了。那么枭鹦鹉平常最爱吃的就是各种水果和种子，还有各种花朵、树皮、树叶之类的。不过这些基本都在树上，经常需要爬树，所以它们腿长得特别粗壮，特别有劲儿，而且爪子也非常大，很适合抓握。不过终究还是因为体重有点太大啊，所以枭鹦鹉爬树总感觉有点笨拙，在树枝上爬来爬去的时候，连嘴都用上了，口爪并用，把树枝压得颤颤巍巍的，就好像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总之看着就不咋稳妥。不过为了吃饱肚子呢，也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说枭鹦鹉有个英文名叫 Moss Chicken 苔藓鸡，说它们像浑身长满了苔藓的老母鸡。你别说这身材和配色确实有点像，是吧？那么这身苔藓色是它们的伪装色，就跟穿了身吉利服似的。因为枭鹦鹉一般生活在森林里，它们自然界的主要天敌都飞在天上，各种鹰雕之类的猛禽，所以有了这身吉利服呢，不论是趴在地上还是爬到树上，伪装效果都不错。尤其枭鹦鹉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它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僵住不动，尽可能融入到环境里面，就赌敌人没看见它，这是它们首选的保命策略。然后枭鹦鹉最常见的称呼呢叫 kakapo， 这是当地毛利人给起的名字。毛利语 kakapo 是夜鹦鹉的意思，所以从这儿就知道它们的生活习性了，属于是夜行性动物。说枭鹦鹉白天大部分时间就找个树丛猫起来，基本不怎么动弹，等到了黄昏晚上的时候才变得活跃起来，这点倒也跟猫头鹰一样。所以说它们这张猫头鹰同款的圆脸呢，其实相当于趋同进化。猫头鹰是为了强化听力，枭鹦鹉也是，大脸盘子可以像雷达一样收集到尽可能多的声波，可以听得更清楚。不过要说到视力呢，枭鹦鹉的夜视能力比猫头鹰那可就差多了。虽然感光能力也稍微强化了一点不过晚上基本上还是指望不上。所以他们怎么寻找食物呢？主要靠嗅觉。说枭鹦鹉嗅觉非常发达，闻着味儿就知道哪棵树上有什么果子了，靠这个定位食物。然后再一个他们脸上还长了一些胡须，叫羽须，晚上钻树丛爬树的时候都用得上，可以像猫的胡须一样来探测周围的物体，这也是枭鹦鹉与众不同的一个技能。所以你看枭鹦鹉这些个特征生活在地面上，擅长奔跑，会爬树，嗅觉灵敏，有胡须，听力很好，视力很辣，再加上晚上活动，这些个标签加在一起，那完全就是早期哺乳动物的典型特征是吧？基本上都没什么鸟样了。所以动物学家分析说新西兰缺少原生的哺乳动物，枭鹦鹉实际上就是占据了哺乳动物的生态位。那么这个定位作为鸟类呢，还真就非常独特，而且也被证明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以前数量其实非常多，新西兰满大街都是那种。不过后来真正的哺乳动物来了之后呢，枭鹦鹉的位置可就危险了。说大约700多年前毛利人来到了新西兰，最先被他们盯上的就是恐鸟。你想3米多高，很难注意不到是吧？所以捕猎恐鸟就成了毛利人的一种食物来源。结果几百年之后，恐鸟就被吃灭绝了。那么除了恐鸟之外呢，当时枭鹦鹉也成了毛利人的美食。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又肥又大的鸡一样，产肉量特别高，脂肪含量也高。毛利人说味道和口感像羊肉，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总之被开发出了很多吃法。然后除了吃肉之外呢，毛利人还用枭鹦鹉的皮和羽毛做衣物。比如他们有这么一句谚语说你都有枭鹦鹉披风了，却还在抱怨天冷，形容有些人不知足。这也说明用枭鹦鹉皮毛做的衣物特别珍贵，有时候一件斗篷就得用1万多根羽毛，这也是毛利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当时来说呢，新西兰南岛、北岛还有各种小岛上到处都有枭鹦鹉，数量非常多，以至于有个特别夸张的说法说你找棵树使劲晃一下树干都能噼里啪啦的掉下几只来，跟苹果树上掉苹果一样，就这么离谱。所以狩猎采集的毛利人把它们当常规食物那真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枭鹦鹉还特别好抓，有狗就行。刚才他说了，说它们不但不会飞，只能生活在地面上，而且身上还会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所以毛利人牵条狗就很容易找到它们。然
然后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不是赶紧逃走，而是僵住不动，拼伪装。这招对鹰可能管用啊，在狗鼻子面前那简直就是白给啊，是吧？所以捕猎它们特别容易，对毛利人来说那真就是家常便饭一样。而且除了当食物来源之外，有些人还会把它们当宠物养。可以说枭鹦鹉已经是毛利人不可或缺的一种动物了。那么作为毛利人的生存资源呢，枭鹦鹉的数量呢确实少了很多。不过更致命的威胁还是欧洲人来了之后。这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咱说过很多次了。欧洲人喜欢打猎，所以引进了负鼠兔子这些猎物。后来数量失控了，又赶紧引进了白鼬、雪貂这些捕食者。结果最后呢，全都泛滥成灾了。这些家伙吃掉了大量原生鸟类的鸟蛋和幼鸟，枭鹦鹉当然也不例外。而且相对于其他鸟枭鹦鹉受到的威胁尤其严重，因为它们的繁殖策略有点奇特。那么这事就得从它们最神秘的行为说起了。那么枭鹦鹉最神秘的行为就是求偶交配。说每到交配季的时候公鹦鹉就会离家出走，有时候会长途跋涉走出去好几公里，到一个地势高的地方，比如山顶山脊这些地方。干嘛呢？搭个舞台。不过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个大凹坑，一个碗状的大凹坑，这就是他们准备的求偶表演的舞台。而且在它附近呢，比如大约50米开外，还会有其他公鹦鹉的坑。也就是说，好多公鹦鹉都会聚到这个山头上来，准备来 PK 一下，搞得跟华山论剑一样非常的正式。那么枭鹦鹉这个华山论剑呢，专业名词叫求偶场，英文叫 lek， 就是说雄性都来到同一个区域展示，让雌性挑的意思。所以公鹦鹉准备好之后呢，就会开始召唤母鹦鹉，它会把自己鼓成个球，然后用胸部的气囊发出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叫声，是一种特别低沉的这么一种声音。说这个叫声的频率还不到100赫兹，人类听觉范围呢是20到2万赫兹，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叫声咱都快要听不到了，就低沉到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枭鹦鹉要叫得这么低沉呢？这就是声音传播的基础知识了。说频率越低的声音它衰减的就越慢，就能传得更远，是这个道理。所以据说枭鹦鹉这个低音至少能传到1公里之外去，顺风的话5公里之外的母鹦鹉都有可能听到。而且这也是他们要在山顶上 PK 的原因就是想让更多的母鹦鹉听到。然后说公鹦鹉这么叫呢，有时候能持续3-4个月时间，每天晚上叫8小时左右，特别的卖力。那么母鹦鹉听到这么低沉、这么有魅力的吼声，就会从4面8方赶过来看表演。公鹦鹉展示一段舞蹈，如果对方满意了，那当场就把事儿办了。完事母鹦鹉自己回家生儿育女去。然后公鹦鹉这边呢，还继续这么叫着，还试着吸引其他母鹦鹉来交配。像他们这种一夫多妻制也是鹦鹉家族独一份，其他鹦鹉都不这样。那么说枭鹦鹉每窝大概是2到4颗蛋，这个产量在鸟类当中属于是正常水平，还算可以。不过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们并不是每年都繁殖，有时候要隔上2-3年甚至3-5年才繁殖一次。那么当年要不要繁殖看什么呢？看果树的收成。说当地有些树木它结果子有周期性，隔几年会爆发一次，结很多果子。枭鹦鹉都是等果子收成好的年份才繁殖。所以这么一来虽然它们的寿命也很长，平均寿命超过60岁，但是一生当中呢，产生的后代也并不是很多。往往是好不容易下了一窝蛋，被那些入侵种一窝端了之后，就又得等上好几年了。这也是它们成了极度濒危物种的一个原因。说历史上数量最少的时候是1995年前后，全世界只剩下了大约50只枭鹦鹉，眼看着就要像渡渡鸟一样灭绝了。你说这么奇特的一种鸟类，怎么能让它们重蹈渡渡鸟覆辙，是吧？于是乎，一场拯救枭鹦鹉的战争就这么打响了。而这场战争里最知名的英雄呢，就是开头提到的 Sirocco。那么要想拯救枭鹦鹉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最基本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纯净的栖息地，得选定一些岛屿，尽可能把入侵种清除掉，之后再把所有幸存的枭鹦鹉都转移到这些孤岛上面，确保它们安全。然后再一个呢，每当枭鹦鹉繁殖的年份保护人员会给它们补充一些食物，让它们吃饱喝足，提高育雏的成功率。另外，如果保护人员发现了枭鹦鹉的巢穴，就会在附近安装红外相机，持续监控母鹦鹉和幼鸟的动向。
一旦发现不太健康的幼鸟，工作人员就会把它拿走进行人工喂养，尽量别让它死了。然后再一个呢，说世界上现存的每一只小鹦鹉都已经用无线电脚环标记了，可以随时追踪它们。比如开头那只 Sirocco， 它从97年孵化出来之后就一直被监控着。不过长到3周大的时候，它被发现有呼吸道疾病，所以就被工作人员带走人工喂养了。也就是说，它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而且正因为跟人类太熟Sirocco 长大之后一直都不愿意跟其他小鹦鹉来往，甚至发情的时候也更愿意找人类帮忙，所以这才发生了开头那个场景，它是这么回事。那么 Sirocco 这一走红呢，可以说对小鹦鹉这个物种贡献特别大，因为突然之间有好多人都开始关注小鹦鹉了，也知道了小鹦鹉的保护计划，而且 Sirocco 还在10年当选了新西兰的自然保护官方代言人，继续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宣传小鹦鹉的富裕项目。这不仅提高了小鹦鹉的知名度还为项目争取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资金和技术。比如后来的人工受精技术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让更多的母鹦鹉怀了孕下了蛋，光是2019年就下了200多个蛋，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然后另外还有个技术叫仿真蛋，说母鹦鹉也不知道是太胖还是怎么地经常会不小心把蛋压碎，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损失呢，科学家就发明了一种仿真蛋，有温度能震动，母鹦鹉看不出来那种。然后等监控里看到母鹦鹉出门了，工作人员就用假蛋把真蛋换出来，带回实验室人工孵化，孵化出来之后呢，再找机会给它送回去，非常的巧妙。总之经过科学家和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现在小鹦鹉的数量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去年23年的统计是247只，看起来势头相当不错。所以希望这种地球上最奇特的鹦鹉能有机会再一次扑面而来吧。